印度站在中国对立面，而且它非常的积极有效率。台湾在讨论要不要用抖音的时候呢，印度全面插进抖音。各位财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金河，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最近一段时间，台湾最受到瞩目的新闻应该是台股攻过了2万点。台股的2万点呢，其实大家如果稍微回顾一下，在马政府的时代呢，当时的经济部长尹启明先生呢，在2013年的时候，他曾经讲两岸产业合作，台股会直奔2万点。这个话讲完以后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在2015年的时候呢，欢迎您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我们每周都会更新节目，带大家一起追踪全球政经趋势以及了解产业状况。同时，2024年也是财讯50周年哦。不管您是加入频道的会员，还是针对节目留言赞助，都能够支持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内容哦。台湾众多的记忆体的工厂，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呢都非常的惨烈。在两岸的竞争当中啊，其实台湾的人、台湾的钱被中国极度的吸金以后呢，台湾产业的空洞化。在2012年之后呢，它形成一个相对的肃杀的景象。在那个年代，大家也可以看到，社会上有很多不平之鸣。虽然陆客来台，灌满了台湾的观光旅游景点，但是对台湾带来的效益并不大。台股在经过10年之后呢，现在终于看到2万点。这个2万点呢，我们也看到台股过2万点的这一刻有人就把这一次的交棒片这个酷手放了一个图这个是看到台股的加权指数呢到了20009点那这个也告诉大家，也包括现在陈建仁院长在行政院呢答复立委的质询的时候呢，他也反问质询的委员，他说台股2万点你不满意吗？基本上来讲，整个加权指数到2万呢，它开启一个台湾的新时代，也代表在过去一段很长时间其实市场上看衰台湾经济呢是非常多但是现在看起来台湾以良好的基本面，那么现在呢带来一个新的里程碑，所以这个2万点其实也告诉大家有非常多的意涵。我们也看到上市半导体的指数呢过了500点台湾在这一轮2万点当中半导体是带领突围非常重要的关键。而今年的整个上市柜公司呢配发的股息大概会到2兆以上那这个2兆也算是一个新的时代的里程碑在这一段时间大家也看到2月的外资净汇入的金额呢，现在创新高了，是50.75亿。相对于在过去几年有一些卖超呢，外资今年是显著的有汇入台湾的景象。所以在选举的时候呢，柯文哲先生在讲，他说如果赖清德当选，台湾会垮，而外资会全跑光现在看起来情况不是那么一回事另外呢，在选举期间大家都在讲台湾的出口连续14个月呢都收黑，那大家对未来很多人说台湾的前景不乐观，但现在呢看起来2月呢还是继续成长 1.3%， 那这样已经连续4个月的相对的成长，这个成长我相信最少有8个月，应该到7月份再来观察。那么在这段时间我们稍微看一下整个台湾的上市柜公司呢，在台股2万点之际，它呈现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当中第一个呢，台积电不断的向上奔驰，台积电到了挑战20兆20兆，现在市场上的目标价呢850。台积电在 AI 的光环照耀下呢，2月营收比市场上预期都还好。这个它虽然2月营收少 15%， 但是呢整体表现相对是强劲的。这个也告诉大家，在现在的整个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台积电呢横甩三星跟 Intel， 那大家也要特别注意到，最近市场上在争议说成熟半导体，那大家也可以了解。我打个比方来讲，成熟半导体跟快速运算晶片呢差别在哪里？现在中国在成熟制成的半导体，包括中芯现在它这个高阶的良率非常低，但是呢一般成熟的产品呢它非常的产量惊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大概也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态势，比方说一片成熟制成的晶片呢，市场上可能卖2万，但是呢到台积电高阶晶片呢，它可能卖20万。这个晶片卖给 NVIDIA 之后呢，它在加工生产之后呢，它可以卖到一片200万这个就告诉大家，这个附加价值的高跟低它会形成一个完全不同的效应。所
所以我们最近也可以看到，在NVIDIA 的大涨效应当中呢，台股相关的个股股价呢都有非常不错的表现。台积电的上涨大致上呈现这样的一个态势，而这当中啊，现在可以看到台积电一家独秀之后呢，它跟上来是联发科，现在第二大，而第三名鸿海。所以如果你看市值的排行，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高度关注的。从台积电、联发科到鸿海，前三大是这个样子，大家看第四大现在是广达了，这是 AI 的伺服器的新时代，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在整个伺服器的产业的旺盛的大概会到2025年最近呢 Supermicro 现在股价大幅的上涨，大家也可以看到 AI PC 呢会成为下一波市场上关注重要的主流。那我们也往下看，中华电信第5名，到第6名呢富邦金，第7是台达电，到第8呢是日月光，然后呢第9国泰金。大家可以稍微回想一下，在过去的30年，台塑四宝原来在台湾前10大的公司当中台塑一度有4家公司，后来剩3家，现在只剩下一家台塑石化呢排在第10名。但是呢，你看到南亚现在退到第15，台塑16，后面还有一个呢30名是台化。整个台塑集团呢，它的排名顺位是大幅的往下在滑落，这个告诉大家，跟中国联动的产业呢，在中国的大量生产情况之下呢，它所带来的杀戮呢，是大家要非常高度关注的焦点同时呢，回来看一下金融业，台湾的金融股在经过这个大洗盘之后呢，富邦金现在领先国泰金大概2000多亿了，然后呢，第3名中信金，第4名兆丰金，第5名呢义山金控，它到4000多亿，往下呢有3000多亿的。大家看到元大金是在这当中非常重要的黑马，它已经股价到了30块以上了。这个情况也告诉大家，民营金控业呢现在开始超过了公股金控，这一些年包括像永丰金呢，在经营上慢慢往上这个往上呢，它已经把自己的市值拉到第10大，那我相信超过开发金这是市场上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景象。所以我们看到在像富邦金控非常积极的经营之下呢，现在变成最大的金控公司，而元大的股价呢不断的往上是创新高的，但是大家看到台塑化的股价呢几乎创历史新低，而新光金在经营权弄不定的情况之下呢，现在股价只能横盘，而台塑的股价它已经是将近10年相对的低档，这个都告诉大家，包括台泥现在在转型，它还在努力当中，但是还没有看到成效。中钢在钢材的杀戮竞争当中呢，中钢也显得疲态，它曾经3季发生亏损，这个情况都告诉大家，在这一次的整个台股的调整，它呈现一个新的样态，大家高度关注的最近大家也提醒，最近的 ETF 呢，大家抢着来买，那这个都告诉大家，现在市场上热度过高，它其实潜藏非常高的风险。还有一个呢，这个诈骗的案例不断的层出不穷。我刚刚到印度呢，这个有用我的照片呢来诈骗，他说最近诈骗多到让我们看不下去，然后呢，他重新用这个来招来客户，这个也是假的所以就道高1尺，魔高1丈。所有的投顾代客操作，这个大家都要高度的谨慎，这个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行为，那么也再一次声明给大家来提醒。那么台股在经过重要的关键转折点之后呢，其实黄天木主委也告诉大家，台股的基本面呢好，但是 AI 有过热的现象，而现在进入牛市，但是风险包括地缘政治、美国降息的时间、通膨、美中角力，这些都大家值得注意的。我们到现在为止呢，创下5大惊喜市值呢现在不断的拉高之后，其实也告诉大家，这个大家要知道风险的控管，这是在今天给大家做的一个简报。那国际股市当中还有一个日经指数呢，现在比较显著的下滑。其实日本的股市跟日元有非常紧密的连结关系。这个紧密的连结关系也告诉大家，在日元升值之后呢，日股就回档，所以日元站在150的时间越长，我相信对日本是比较有利的。而另外呢，通膨的走向，大家可以看到，通膨从2022年的 9.1% 往下降呢，现在大概在我原来预估大概在 3.5 作为一个中位数，3.5加减 0.5 将来应该是3到4之间。现在大致上呢，从去年的5月以后呢，大概落在这个位置落到现在呢，大致上我想第一个呢，通膨要降回到以前的 2% 呢不可能。第二个呢，通膨现在看起来在3到4% 之间，而美国的降息呢，我相信市场上可以关注，但是呢影响没有那么大。2月份呢，美国的 CPI 呢 3.2， 这个大致上呢比市场预期稍微高一点，但是我想没有太大的影响，就是大家平常心关注就可以了。
这当中啊，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一次花了10天啊，参访印度的心得。这个是我们第一天啊到振华店的参访，然后呢，我们也看到黄茂雄会长这一次跟我们同行。那么这个是看研华，然后研华跟这个振华店啊，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启发是，台湾的电子业呢，现在在印度呢都是快速在获利印度的人才。大家看到研华所为我们做简报4个主管，其实全部都印度人，包括总经理到副总。其实这个也告诉大家，整个在参访的过程路上啊，印度有非常多的高阶的主管，那么值得台商到印度投资呢，大量引进印度的人才。这是联发科印度的总经理，她是一个女性在印度啊不多，但这一次帮我们做简报有非常多的印度主管啊。这个是我们到市政开发它的科技园区啊，现在东园的市政开发正在筹备兴建啊，看起来黄理事长黄会长已经80岁了，但是他在整个印度投资啊，他是当仁不让。这是班加罗尔的招商局的局长。那么我们有一天黄茂雄会长要请他们吃饭。另外一个是这个中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在路途遥远到中钢去参访，欧朝栋董事长特别从越南再到印度呢来为我们做简报。那大家对中钢在印度扩产矽钢片呢印象非常深刻。在排除中国供应的情况之下呢，这是一个重要发展的里程碑另外呢，就是蓝六黄青山董事长也特别飞来帮我们做简报。在他的墙壁上，他提到一个在给员工的座右铭，他说：愿景在意志间，天光在不远处。换句话说呢，印度的投资啊，虽然有风险，同时投资的路上呢也很艰苦，但是呢，他认为天光会在不远的地方。我们在这一次呢，也看到印度很多的造势，这是3党在造势的场合，所以这个在印度的街头，我们看到在街头上有很多造势活动。这一张呢是印度千人洗衣厂，这个千人洗衣厂记得告诉大家，印度有非常多的传统。我们到孟买呢看到非常多很简陋的贫民窟啊，但是我想在这次印度参访当中啊，大概有几个心得。第一个呢，也告诉大家，印度排除中国供应链，现在小米这些啊，慢慢且战且走。印度呢对中国 APP 全面封杀，它也封杀了中国的观光客。在地缘政治当中呢，印度现在站在中国对立面，而且它非常的积极有效率。台湾在讨论要不要用抖音的时候呢，印度全面查禁抖音，同时呢，它连微信也封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印度非常表明身份，他选边了。在印太战略当中，印度会站在最关键的位置。这个时候呢，我想台商投资印度现在正是关键时刻，也值得大家高度的关注。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印度贫富相差悬殊，但是呢，印度种姓制度当中，它有非常多优秀的人。这个优秀的人才，我相信台商如果能够就地呢来重用印度籍的员工，我相信会在印度开创非常好的效益。我这一次到各个机场啊，仔细看，在机场的商店呢，所有的收银机啊 POS 机呢 90% 以上呢都是振华电的产品。那这个也告诉大家，印度的内需市场，台湾其实台商也有非常大的机会。那么第三个呢，这一次参访的过程当中，印度除了贫富悬殊之外呢，我们也看到印度没有下水道，包括交通建设呢相对落后。那我相信在未来这段时间印度快速崛起，我相信台商会有很大的机会。那么今天简报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观赏，下周同一时间大家继续收看。